Hello Hello， 胖妮儿来喽！胖妮带大家继续过情关，今天咱们再聊一聊夏冬春。夏冬春是这部剧里宫斗经历最短的小主儿，她的成长历程、内心世界、情绪体验都没有被详细介绍。她的一闪而过，起到的只是工具人的作用，为剧情的发展埋下了3条暗线。第一，暗示了甄嬛的大女主地位。《甄嬛传》是一部真正的大女主戏，甄嬛的主角光环比之《如懿传》中的如懿不知要强多少倍。甄嬛能够从一个小小的常在走到后宫权力的顶峰，不是偶然。除了善用权谋之外，甄嬛的先天条件也非常能打。选秀当天入宫的秀女很多，就演员本身的样貌来看，扮演甄嬛的孙俪，扮演眉庄的兰溪，以及扮演安陵容的陶欣然，可谓各具特色，不分高下。为了突出甄嬛姿色的惊艳和安陵容的普通，编剧和导演安排了夏冬春这样一个神奇的角色。夏冬春和安陵容吵架的时候，打量了一眼安陵容，不屑地说，即便叫你面圣也不会被留用的。他的意思是说安陵容姿色一般。不过这毕竟是2个人吵架嘛，互相诋毁，彼此贬低也是正常的。然而待到甄嬛为安陵容挺身而出的时候，夏冬春立即变得不正常了。他愤愤地说，你自负美貌，以为必然入选就可以指使我吗？夏冬春这话怎么听都不像吵架，倒是像上来就认输了。把它转换成白话就是，你不要以为你长得美若天仙，形似女神就能欺负我。夏冬春是蠢，但也不至于蠢到把和自己吵架的竞争对手夸得跟朵花一样吧。唯一能够解释他说出这句话的原因就是他本就是个工具人，不配有身为独立人的基本认知和立场。不过夏冬春这句话也为后面的剧情做出铺垫，这样美到让骁勇善战的夏冬春都胡言乱语的甄嬛怎么能在宫中沉寂呢？她注定是不平凡的，也注定是整个后宫的主角。第二，暗示了安陵容的心机之深。初入宫时，安陵容和夏冬春同住延禧宫，夏冬春每每对她恶语相向，讽刺挖苦，安陵容都不为所动，默默承受。然而从皇后娘娘宫中出来之后，夏冬春出言挑衅眉庄和甄嬛，安陵容却敢借加封一事回击夏冬春，让他在众人面前出丑，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安陵容这样做有3点考量。其一，她想进一步得到甄嬛和眉庄的信任。在甄嬛、眉庄和安陵容这个小团体中，甄嬛和眉庄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而安陵容则是最后加入进来的。而且在家世上、样貌上、才学上，她事事不如人。为了证明自己也是有用的，也为了表真心，安陵容选择和夏冬春正面刚。站在甄嬛和眉庄的位置上看，陵容素来被夏冬春欺负，一直忍耐，今天为了好姐妹竟然能够挺身而出，这份义气着实让人感动。其二，安陵容想借甄嬛和眉庄的手对付夏冬春。夏冬春那些挖苦的话，安陵容并非不在意，只是人微言轻的她不能表现出在意。实际上夏冬春所做的种种，安陵容都记在心里，并恨毒了他。他知道自己只是一个答应，没有办法除掉身为常在的夏冬春，但甄嬛是常在，眉庄还是贵人呢。如果夏冬春出言挑衅，甄嬛和眉庄不接招，那么他们之间就不会有过节。相反，故意惹恼夏冬春，最好惹得他动手打自己，以甄嬛的脾气绝不会坐视不理，两方矛盾就会激化。如此一来，性格鲁莽、不依不饶的夏冬春自取灭亡是早晚的事儿。其三，安陵容赌华妃会惩罚夏冬春。华妃跋扈，这是宫中人尽皆知的事儿。在皇后宫中请安的时候，安陵容也亲眼见识了华妃是如何不把皇后放在眼里的。一个跋扈的人，最讨厌的就是另一个比自己还跋扈的人。况且夏冬春因为医疗的事儿得罪华妃在先，安陵容惹得夏冬春对自己打骂，就是赌华妃会恰巧把这件事看在眼里，赌华妃会忍不住惩罚夏冬春。结果他赌赢了。至于后面听闻华妃赏了夏冬春1丈红，安陵容吓到瘫软，大概一半是害怕华妃连带着记恨自己，另一半是做样子给甄嬛和眉庄看的吧。安陵容顶撞夏冬春是她自入宫以来第一次显示出自己的棱角和锋芒，而这次初露锋芒的收获是巨大的，不但铲除了夏冬春，
还博得了甄嬛团队的进一步信任。此处也暗示安陵容不像表面看到的那样简单，她的心机之深，足以在甄嬛和眉庄放松警惕的情况下，将他们全部骗过去。第三，暗示了皇后队友们的不得善终，几乎在华妃赏了夏冬春一丈红的同时，皇后派到翊坤宫的福子尸体被人在枯井中找到。听闻了这2件事之后，皇后的反应很耐人寻味。当听闻福子被害时，她痛心疾首；听闻夏冬春被罚，她的态度表现得很冷漠。这2件事同样出自华妃之手，为什么一个宫女的死比一个妃嫔的残废更能引起皇后的注意呢？这不是因为皇后善良，而是因为华妃把皇后派去的宫女处死，伤的是皇后的脸面。如果皇后把这件事告知皇上，势必有损皇上对华妃的印象。也就是说，福子的命利用价值很高，而夏冬春的不懂事，宫中人人知晓。他打着皇后团队的旗号到处惹事，皇后早已对他不胜其烦，华妃处置了他，谁也说不出什么，也替自己了却了一桩麻烦。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皇后这个人在为人处事中是不看感情，只看利益的。夏冬春的命运也是后来的齐妃、安陵容、齐贵人等人的命运。他们被压榨掉最后的价值之后，就会被皇后弃之如敝履，个个不得善终。除以上3点之外，夏冬春的被罚也开启了《甄嬛传》宫斗的正式序幕，奠定了本剧的基调。至于夏冬春这个工具人的后半生如何，并没有人关心。而这种对人性残酷的揭露，就是宫斗剧的本质吧。好了，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订阅胖妮，下期更精彩。